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在家中突然失踪，现场的种种迹象表明，两人应该是遇到了危险。但经过数月的调查，警方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嫌疑人。直到案发3个月后，一位身份特殊的人士提供了破案线索，这才让警方抓获了既是受害者又是犯下这起案件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威拉德，这里位于密苏里州西南部，距离该州第3大城市斯普林菲尔德大约18公里，人口约为6300人，是格林县下属的一座城市。主人公罗斯蒂和贝基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两人年龄相差12岁，前不久刚刚举办完婚礼。罗斯蒂于1976年出生在德州阿灵顿，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因为感情问题分开了。此后，罗斯蒂一直与母亲一起生活。罗斯蒂的母亲名叫莎朗，她是密苏里州本地人，家族在威拉德市的郊区拥有一大片土地。1985年，罗斯蒂的祖父去世，母亲和舅舅分掉了家族的土地财产。罗斯蒂的母亲莎朗继承了大约50多英亩土地和2栋老旧的房子。同年，母亲为了照顾年迈的外婆，带着18岁的罗斯蒂搬到了老家威拉德。罗斯蒂在那里完成了剩余学业，并在毕业后找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2009年，罗斯蒂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妻子贝基。贝基出生于1964年，他比罗斯蒂大12岁，在此之前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贝基的前夫是一名牧师和餐厅老板，两人在结婚的20多年里共育有1儿1女2个孩子。2010年，罗斯蒂和贝基在家人的簇拥下举行了结婚仪式，婚礼进行得非常顺利，唯一的遗憾是贝基的2个子女没有参加，因为他们认为母亲和罗斯蒂年龄相差太大，对这个年轻的继父产生了抵触心理。除了贝基的2个子女以外，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对这对夫妻送上了新婚祝福。罗斯蒂的母亲莎朗更是为他们准备了一处房产作为结婚礼物。这所房子是莎朗父亲的遗产，坐落在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周围除了罗斯蒂的母亲莎朗和舅舅罗伯特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邻居。夫妇2人对这栋房子非常满意，尽管这是个老旧的农舍，但他们也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对这所旧房子进行了升级改造。贝基抓住这个机会，让自己的2个子女参加了房子的翻新工作。通过这件事情，贝基的子女与罗斯蒂有了更多相处时间，渐渐改变了对这位年轻继父的态度。然而就在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即将步入正轨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了他们身上。2011年4月17日，这天是个周末，晚上9点左右，贝基的女儿杰西卡像往常一样与母亲进行了通话。两人在聊天过程中，贝基提到自己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一直在发烧，身体有些不太舒服。杰西卡听到这个情况，认为母亲应该尽快去医院接受治疗，但贝基想继续观察一下，看看会不会有所改善，等到明天早上再决定是否要去医院。听到母亲的想法后，杰西卡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为了不打扰母亲休息，很快结束了通话。第二天一早，杰西卡给贝基发送了问候短信，并尝试拨打了好几次电话，但贝基始终没有回复，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晚上11点左右，杰西卡越想越不对劲，她非常担心母亲的安危，于是连夜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贝基位于威拉德的住所。当时贝基的汽车就停在门外，家里的灯也都亮着，但比较可疑的是，房子的大门没有关闭，而是半开的状态。杰西卡认为半夜不关门非常反常，她害怕房间里可能会有坏人，所以没有贸然进入。杰西卡在门外喊了好几声，在没有得到母亲的回应后，马上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情况。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现场。他们首先注意到罗斯蒂夫妇家的门窗和外面的监控设备遭到了破坏，于是立即进入房间查看情况。整个房子内部弥漫着刺鼻的清洁剂气味，厨房的地板上有很多残留的清洁剂和一块清理用的毛巾。
夫妇二人的卧室有打斗的痕迹，很多物品都不在原来的位置，床单、被罩、衣服被随意丢弃在地上。书房内同样是一片狼藉，地板上有很多电线和设备连接线，电脑显示器遭到破坏，连接监控设备的主机不见了。警方仔细搜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但没有发现这对夫妇的踪迹，只找到了两人的手机、钱包以及一些随身物品。根据现有情况，警方认为罗斯蒂夫妇不是主动离开，他们没有在家，应该是遭遇了绑架。这对夫妇都是普通人，而且家中没有丢失现金和贵重物品，所以警方判断绑匪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索要赎金，应该是与他们存在仇恨。考虑到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警方没有浪费时间，连夜展开了调查工作。罗斯蒂夫妇家的位置相对偏僻，距离他们家最近的邻居是罗斯蒂的母亲沙朗，于是警方首先对沙朗进行了询问。沙朗告诉警方，自从罗斯蒂和贝基入住这所房子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两人的住所，因为他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不想过多打扰两人的生活。失踪前一天晚上，贝基生病了，一直在发烧。大约10点左右，罗斯蒂到他家拿了一些退烧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儿子罗斯蒂。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他在外出散步的时候，看到了贝基停在门外的野马车。当时他还感觉有些奇怪，因为通常情况下，贝基会在早上7点30分外出工作，但转念一想，他认为贝基可能因为生病没有上班，所以也就没有特别在意。直到晚上睡觉后，他听到门外来了很多警车，这时才得知了儿子和儿媳失踪的事情。警方根据沙朗的描述，判断罗斯蒂夫妇遭遇绑架的时间大概发生在晚上10点到早上8点之间。经过进一步交谈，警方获得了第一位潜在的嫌疑人贝基的前夫加里。根据沙朗的说法，贝基和加里存在经济纠纷，离婚后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起因是加里和贝基在婚前共同经营了一家餐厅，两人就财产分配的问题上发生过激烈冲突。警方跟进了这条线索，很快询问了贝基的前夫加里。加里表现得非常配合，他向警方详细讲述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加里承认与贝基存在矛盾，但坚称与本案无关。警方仔细核查了加里在案发期间的活动轨迹，认为他没有作案时间，于是排除了加里的涉案嫌疑。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警方对夫妇二人的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他们很快发现，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妻最近遇到了许多麻烦事情。根据贝基在日记里所写的内容，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不久前罗斯蒂被检查出脊椎内长了一个肿瘤，他们花费了很多钱做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术后罗斯蒂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从事一些强度较低的工作，这导致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紧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场的生活过得非常糟糕，原因是罗斯蒂的舅舅罗伯特时常骚扰他们。贝基描述罗伯特是个极其蛮横的人，对待他们的态度非常恶劣。罗伯特一直以为他们所住的房子是自己的财产，所以把他们当成了侵占财产的敌人。罗伯特经常不请自来，擅自闯入他们的住所，有时还会偷拿他们家的东西，无论是装饰摆件还是农耕的设备，只要罗伯特想要，就会毫不掩饰地直接拿走。他们在门外安装监控设备，主要就是为了防范罗伯特。贝基在日记里写下的内容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财产纠纷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犯罪动机。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点，警方再次找到了罗斯蒂的母亲沙朗了解情况。沙朗证实了贝基在日记里写下的内容，并且告诉警方，罗伯特和罗斯蒂的关系一直不好，两人的矛盾早在他们母子刚搬到农场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罗伯特是整个家族的领导者，习惯了受人尊敬的感觉，所以他的姿态很高，经常吩咐其他家族成员按照他的要求做事。当时家族的农场正在进行一系列建造工作，罗伯特认为每个家族成员都应该为建设尽一份力量，于是他就给家族内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任务，包括当时只有18岁的罗斯蒂。然而罗斯蒂有些懒惰，不愿意劳动，所以他没有听取舅舅罗伯特的安排，这让罗伯特感到非常不满。
从那以后，罗伯特经常针对罗斯蒂，这导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直到罗斯蒂结婚，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得到缓解。沙朗的说法让警方加深了对罗伯特的怀疑，于是他们立即对罗斯蒂的舅舅罗伯特进行了询问。罗伯特承认与罗斯蒂的关系不好，但坚持两人只是因为性格不合，并不牵扯其他的事情。罗伯特告诉警方，案发那晚他没有在当地，一直和妻子在德州工作。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罗伯特详细说明了那段时间自己去过的所有地方。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定位信息，警方确信了这一说法，排除了罗伯特的嫌疑。此时调查已经持续了1个月时间，但警方仍未找到罗斯蒂夫妇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失踪有关的线索。就在案件即将陷入停滞之际，警方意外获得了一项关键性的证据。2011年6月，罗斯蒂夫妇失踪2个月后，警方突然收到了来自格林县监狱的线索。一名刚被关押的囚犯向警方报告称，他在入狱之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叫托尼的男子。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托尼借着酒劲炫耀说，前不久他刚刚给2个人过了生日。这句话是犯罪圈的行话，意思是杀害了2个人。当时他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于是就追问托尼到底是给谁过了生日。托尼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是罗斯蒂和贝基。囚犯的说法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随后他们立即调查了这名叫托尼的男子。根据个人资料显示，托尼确实非常符合嫌疑人特征，他是监狱的常客，有很多犯罪前科。但是警方并不能完全相信囚犯提供的线索，因为这些人有时会为了获得奖励或者其他原因故意编造一些事情。为了进一步验证这名囚犯的说法，警方又调查了托尼的手机位置信息，结果发现托尼在案发期间曾在罗斯蒂夫妇家附近出现过，种种迹象表明托尼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警方立即对托尼进行了审问。托尼在整个问话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否认与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并且声称不认识那名囚犯。当被问到案发期间的去向时，托尼闪烁其词，总是变换说法，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这种反常的表现加深了警方的怀疑。由于托尼一直在撒谎，不愿意配合，所以警方决定继续从他的手机上寻找线索。通过仔细分析托尼在案发那晚的通话记录以及手机的位置信息，警方很快有了重要发现。托尼在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与妻子温迪、儿子菲利普还有堂兄达斯蒂有过多次电话联系。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凌晨时分的手机位置轨迹完全一致，4人都去过罗斯蒂夫妇家附近，还到过距离本市100多公里外一处非常偏僻的树林附近。警方认为这片树林非常隐蔽，是个理想的抛尸地点，于是立即对该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搜寻工作。经过数周的地毯式排查，警方最终在一个废弃的小木屋旁发现了罗斯蒂和贝基的尸体。当时2人被藏在一堆木板下面，身上都穿着睡衣，尸体经过长时间暴晒已经开始腐烂。法医对其检查后，确定夫妇2人的死因全都是遭遇了处决式枪击，死亡时间大概发生在失踪的当天晚上。毫无疑问，托尼一家和堂兄达斯蒂与这起双重谋杀案有直接关系。随后警方立即逮捕了这4名嫌犯。在对他们分别审问时，一开始4人全都坚持不认罪，后来警方转变了策略，将审问重点放在了托尼的儿子菲利普身上。菲利普相对年轻，犯罪经验较少，在警方不断施压和给予优厚交换条件的情况下，菲利普终于交代了案情的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罗斯蒂的舅舅罗伯特一手策划的，主要动机是财产和个人恩怨。罗伯特非常不满妹妹沙朗把家族财产赠送给外甥罗斯蒂，尽管那栋房产属于沙朗合法继承的财产，沙朗有完全支配权利，但控制欲极强的罗伯特仍然对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恼火。因为在罗伯特看来，外甥罗斯蒂不但没有为农场的建设出力，而且还处处和他作对，所以罗伯特早就对罗斯蒂心生恨意。自从罗斯蒂和贝基结婚以来，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除了房产纠纷，他们还发生过一些其他的冲突。罗伯特是一名卡车司机，同时也是一名偷盗成瘾的惯犯。他经常到附近的农场偷窃农用设备，然后再低价卖给其他人。
这些等待出售的赃物就被放在农场里，这让罗斯蒂夫妇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会惹上麻烦，于是就向有关部门举报了罗伯特。为此，罗伯特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件事情发生后，罗伯特曾多次上门威胁过罗斯蒂夫妇，两人感到有些害怕。为了防止罗伯特报复，所以就在家门外安装了大量监控设备。但没想到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罗伯特。罗伯特认为罗斯蒂夫妇安装监控设备是为了收集他的犯罪证据继续举报，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想到之前经历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罗伯特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对夫妻。事发1周前，罗伯特找到了靠犯罪为生的朋友托尼，两人商定以10万美元的价格解决掉罗斯蒂夫妇。事后，托尼和妻子、儿子还有堂兄一起讨论了犯罪计划。2011年4月18日凌晨，4人集结后开车来到了罗斯蒂夫妇的住所。托尼的妻子温迪没有下车，负责在外面放风，而托尼和儿子菲利普还有堂兄达斯蒂则通过窗户爬进了房间。3人来到卧室后，很快制服了睡梦中的罗斯蒂夫妇。他们用捆扎条将两人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用枪胁迫两人进入了汽车。之后，菲利普和托尼返回现场进行了清理工作。他们破坏了监控设备，拿走了连接监控的电脑主机，然后开车带着罗斯蒂夫妇来到了100多公里外一处偏僻的树林附近。这个地方是托尼事先勘察好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担心会被发现。在把这对夫妻逼到小木屋附近后，托尼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犯罪结束后，托尼特意叮嘱3人不要对外透露任何消息，因为他很清楚警方不可能找到尸体，也不会发现任何犯罪证据。如果他们保守秘密，这起案件将永远无法侦破。但没想到的是，最先暴露的反而是托尼自己。更没想到的是，他一直没有收到罗伯特承诺的10万美元报酬。根据通话记录显示，事发的很长一段时间，托尼给罗伯特打了很多次电话。虽然不清楚两人具体讨论了什么，但很大概率是托尼在索要报酬。事后，警方调查了两人的财务状况，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经济来往。因此，警方认为罗伯特根本没有打算真的支付10万美元，他只不过是在利用托尼达成自己的目的。2016年7月，罗斯蒂夫妇遇害5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托尼和堂兄达斯蒂为了避免可能的死刑判决，表示认罪。两人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托尼的妻子温迪不认罪，但同样得到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判决。托尼的儿子菲利普因为达成了认罪协议，并且对破案提供了很大帮助，所以在量刑上获得了较轻的惩罚，最终他仅被判13年监禁。本案的幕后主谋罗伯特坚持不认罪，检方掌握的证据也比较薄弱，只有罗伯特和托尼的电话来往以及证人菲利普的证词，但最终陪审团还是做出了有罪的裁决。罗伯特因2项2级谋杀罪被判2个终身监禁。根据最新的记录，罗伯特仍然在密苏里州科尔辛的监狱服刑。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